已执政20年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28号举行的第2轮决选投票中击败对手克勒齐达尔奥卢，第3次当选总统。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埃尔多安总统再次当选土耳其总统表示祝贺，支持土耳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地时间28号深夜，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称，已完成99.59%的选票统计，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获得51.91%选票，6个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克勒齐达尔奥卢获得48.09%选票。根据这一初步结果，埃尔多安在选举中获胜。埃尔多安有着保守的政治传统，掌舵土耳其20年。他自2003年以来3度出任总理，2014年成为土耳其首位民选总统，5年前超过国父凯穆尔，成为土耳其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大地震的影响，这也被认为是埃尔多安赢得最艰难的一次选举。自2018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土耳其里拉贬值及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拖累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导致其在首轮投票中得票率未能过半。但选举结果表明，埃尔多安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从选举地图看，他在土耳其中部广大地区以及北部黑海沿岸都有压倒性优势。而在今年2月遭受大地震袭击的几个南部省份，尽管选前一些西方媒体渲染当地民众会因不满政府救灾不力而转向反对党阵营，但事实表明，当地民众并未改变对埃尔多安的支持。美联社指出，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还在北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选举结果的影响将不止影响土耳其，第3个任期将使埃尔多安在国内和国际上拥有更强大的影响力。29号，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埃尔多安总统再次当选土耳其总统表示祝贺，支持土耳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希望在埃尔多安总统的领导下，土耳其的发展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土关系，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指引下，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世界多国，包括土耳其的北约盟友和俄罗斯，均对埃尔多安表示祝贺。英美两国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在北约框架内的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说，这是土耳其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之一。他期待继续作为北约盟国，在双边问题和共同的全球挑战上与土耳其共同努力。英国首相苏纳克发推文说，期待继续推进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强有力合作，包括增加贸易与应对北约盟国的安全威胁。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纷纷对埃尔多安表示祝贺。尽管西方国家笑脸相迎，但是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第2轮投票之前，埃尔多安曾批评西方媒体在选举前大肆炒作相关议题，试图操纵舆论。原因是西方不喜欢土耳其。观察指出，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的当选失望又无奈，因为此前埃尔多安就曾杯葛瑞典加入北约一事，惹得北约其他成员国不快。同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总统，埃尔多安在去年通话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不仅不跟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还促成俄乌达成了粮食外运协议，让美西方国家五味杂陈。实际上，欧美都希望埃尔多安这次能选下去，但最终他没有选下去。没有选下去，对欧美来说也没有别的选择，就他还必须未来跟土耳其和埃尔多安打交道，因为土耳其对欧美来说很重要的，它是处在欧亚非3大洲的中间，所以欧洲跟中东之间，土耳其发挥一个门户的作用。过去这么多年，土耳其实际上接纳了400多万中东地区的难民，如果土耳其不管这些难民，就跑到欧洲了。所以欧洲跟美国虽然对他不满，但是也离不开他。
普京在致埃尔多安的贺电就表示，这次胜利证明土耳其人民支持埃尔多安加强国家主权和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普京还说，他高度重视两国的联合项目，例如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建设的土耳其阿库尤核电站，以及他向土耳其提议的天然气枢纽计划。分析认为，由埃尔多安连任后仍将维持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以土耳其自身利益作为首要因素处理与美西方及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这场土耳其总统决选的结果被认为将对俄乌局势产生长远影响。分析认为，首先受到影响的将是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能力。去年7月，联合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达成4方协议，允许乌克兰通过3个主要港口向世界各地出口农产品。5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确认，将该协议再延长2个月至7月17号。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日期可能是精心选择的，以便根据土耳其选举结果调整战略。过去这1年，对于一定程度上缓和俄乌之间的冲突，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土耳其是地区国家里唯一一个国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并且在俄乌冲突中，它没有明确的选边站。它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关系都不错。就未来乌克兰和俄罗斯如果哪一天要进行谈判，那么土耳其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中间的调停人。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土耳其大选的结果，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其实，自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100年前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并开启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以来，土耳其就一直存在着伊斯兰化与世俗化、西方化与保守化的2条道路与2股势力之争。在这次选举中，埃尔多安把自己描绘成了伊斯兰价值观的捍卫者，去西方化道路的推动者，并因此得到了土耳其宗教保守派的支持。而反对派候选人克勒齐达尔奥卢则高举了世俗化与西方化的大旗，尤其是主张政府应该禁止土耳其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在俄乌战事上，埃尔多安偏向俄罗斯，而克勒齐达尔奥卢则完全站在了西方与乌克兰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克勒齐达尔奥卢以微弱的差距挑战埃尔多安失败，只能说明这是土耳其主张西方化与世俗化力量的一次挫折，并不意味着根本性的失败。相反，两人的得票如此接近，还意味着土耳其国内的世俗化与西方化力量正在强势崛起，已经对伊斯兰化与保守派力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对于埃尔多安以微弱的多数票胜选，您又怎么分析？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两人不仅在位时间相当长，长达20多年，而且执政时间几乎是重叠的。除此之外，两人不仅性格与行事作风非常相近，而且可谓是惺惺相惜。至于埃尔多安这次之所以会出现赢得如此艰难，我认为这实际上就反映出土耳其国内民众在对待埃尔多安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撕裂。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一部分主张世俗化与西方化的土耳其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政治强人作风不满，尤其是对其改变国体、将土耳其总统一职由虚变实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二是一部分民众对其在任内期间未能解决土耳其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反而一味地强打民族主义牌与安全牌感到不满。而在我看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民族主义牌与安全危机牌或许可以起到一时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仍然是民以食为天。埃尔多安连任后的真正挑战仍然是在经济与民生问题上。那埃尔多安的连任又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我注意到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在祝贺埃尔多安胜选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土耳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与当前北约面临的安全威胁。这显然是想拉住埃尔多安，呼吁其在俄乌战事上
不要脱离了北约这个队伍，不要独自行动。而普京则赞扬了埃尔多安在任内加强国家主权与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其言下之意就是，哥们跟着我走，不要听北约忽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对埃尔多安展开了攻心战。不过我认为外界不要夸大了土耳其与埃尔多安对于俄乌战事的影响。首先，埃尔多安在外交上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务实派。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他在俄乌两边搞平衡，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至少在目前为止，以北约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仍然是这个世界的霸主。他们不仅掌控着欧洲局势的走向，更掌控着俄乌冲突的走向。这一点连普京都无可奈何，更不要说埃尔多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接下来俄乌冲突进一步出现了不利于俄罗斯的进展，埃尔多安就会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跟着强势的一方走。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